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2号星期二，今天还是约了观众。今天出来的晚，也跑的要少一些，因为今天是第4个训练日，但是明天周3合练。最近应对这小伤痛，明天还要多练一天，就调整一下。这个周期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跑量状态。这周期第一天是周6，加上前后的热身、冷身的慢跑，还有那20公里的强度跑，一共跑了差不多有27。然后第二天跑了19，昨天早晨跑了21，中午的时候出去跑了个7，还可以。关于训练营的事儿，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，对不起，就是现在报名的人已经远超了我觉得我能搞定的人数，所以如果您还没联系的，我们放在下一次。如果您已经联系的，其实我不太能保证最近这1-2天联系的小伙伴还有没有可能。如果不行，我们就加个微信，建个联系。我的节目里也会持续跟大家输出一些内容。还有就是有一位观众因为工作的原因刚刚来到这边，也加入了我们的训练营，所以有机会可以线下和那位小伙伴跑一跑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，关于高时的配子4，因为现在从第一次用到现在应该差不多整整1个月，1个月多1-2天的样子。但是比赛第一次用是整整1个月，比赛是11月2号的北马，那是第一次比赛用配子4。今天是12月2号，看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小瑕疵。比方说，你们看，先说瑕疵啊，先说坏的。你看右下角，我习惯把右下角放一个从开始运动到现在整体的平均配速。你看右边那个小 logo 出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跟高时的小伙伴说了，有小伙伴问我现在手里是955或者是255或者是配子3升不升级。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，就是如果您的目的是说希望 GPS 更准，我觉得不是太有必要，因为从255、955还有配子3开始，还有 Apex 2 Pro 开始，就都是双频的 GPS 了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基本上硬件能带来的精准度大家都差不多。那软件的优化其实跟是哪块表关系有关系，但是关系不会那么大。有小伙伴说：“那你说的不对啊！我看有的人测试说，哎，在这个地儿我跑了一圈，带了2个表或者3个表，表现都不一样。GPS 这个事儿，它不是说你在这儿偏了或者飘了，就每次都会这样。就同一个表，同一个地方去试，也会获得不同的结果，因为我们都是运动的，那地球跟卫星也是运动的。还有就是每一次收到的数据的强弱都不一样。就是在城市里有反射的数据，有折射的数据，有时候人脑都不一定能这样，你看见 GPS 的信号，你也不一定知道，哎，这个信号是反射过来的还是折射过来的，还得靠星力这种东西。所以后面都是各家拼算法，就怎么去从一堆的信号里排除掉错的，排除掉被干扰的这些。同时呢，在完全没信号的时候，能不能不一下拐出一个大弯去，这些事儿。所以就是，如果您是为了想轨迹更精确，我觉得没必要。目前我体验过的轨迹最精确的就是开了蜂窝数据的苹果，因为基站的定位就跟卫星比它就好很多。而且现在如果就是未来苹果的手表全片都是5G 的芯片以后，那5G 的基站会比当时4G 的时候也许更准确，因为5G 的基站的密度要更高，
因为它传播的就是有效的距离，信号有效的距离比较短，这样就会更准确。再往未来想，我觉得就以我浅薄的知识来看，我觉得靠卫星这件事儿，除非大规模的低轨道，就是不惜成本可以做到更精确。其实我们能把 GPS 弄成现在这样，我们科技的进步速度是巨大的。就我20来岁的时候，在那之前 GPS 还没法这样民用呢，那民用还是有那个叫什么干扰信号的，后来才开放给就准确位置的民用。我第一次在手机上看见我在哪儿，那已经是我想想啊，那已经是可能07年左右了，我印象不清楚了。就那时候去买了一个黑莓，在北京从那个中关村那边坐车回家的路上。后来双频 GPS 彻底解决了，就几乎彻底解决了就 GPS 偏的问题，几乎不会再有了，就很偶尔的情况。我看清晨的列车，我教会了。可是这辆涂的好花呀！哦，这是环球影城，这是环球影城的那个风格的，就是主题的列车，我才看清。我们要往回跑了，还有11分钟见观众。然后呢，什么小伙伴需要升级呢？我是这么看啊，首先255和Pace 3这一代基本上都开始面临电池有衰减了，如果用的特狠的话，对不对？这种设备就任何的电池的设备，电池衰减再正常不过了。这个不是厂商的问题，这个也不是选料的问题，它就是电池本身我们现在技术能力的问题。就跟我那个 Go 3S 一样，新的时候能拍32分钟，现在可能只能拍13、14分钟了，就重度使用2年一样的。但是手表会稍微好一点，因为手表不像那个你用一次就得从满用到空，然后再充。手表不会，手表会稍微好一点。但是如果因为这个你想换了，我觉得是时候了。还有就是可能觉得自己手里的东西旧了，比方说塑料发黄了或者怎么样了。还有就是觉得这块 AMOLED 的屏幕比较好。我其实是严重的这种屏幕爱好者，就包括电脑也是，就不管这机器硬件怎么样，但是屏幕得好，这是我一直的追求，手表更是。所以我其实是AMOLED 的屏幕的热爱者，我不太喜欢 M 屏，个人的喜好，有的小伙伴就喜欢也没关系。我那时候也觉得 M 屏特好，后来慢慢的随着 Apple Watch 的屏幕的进步，我看到一开始 Apple Watch 也不行，最早那个 A 屏亮度也不够，后来慢慢越来越好，所以不妨可以试一试。然后就是说算力，我觉得算力可以给未来一些想象空间。当然了，其实客观的说啊，包括我个人在内，我也不觉得靠这块Pace 4的生命周期就能体验到什么非常了不起的东西，一般都得是再下一代，可能背后的技术才能跟上来。但是我愿意留给自己一个希望。从重量上来看呢，我觉得如果是Pace 3升级上来的小伙伴是没有体会不到区别的。但是那硅胶表带是能体会到材质柔软度明显的区别。然后有小伙伴说Pace Pro 降价了，怎么选？您只需要考虑一个事儿，就是您需不需要离线地图。如果您需要离线地图，那么就只能是 Pace Pro。那在需要地图的情况下， Pace Pro 和 Apex 系列怎么选？我其实觉得只要您不是很重度的户外爱好者，我觉得 Pace Pro 可能更好，但是鉴于我是 AMOLED 屏幕的爱好者而已。
这您把控就好了。就是喜欢 A 屏，就是 Pace Pro； 喜欢 M 屏，就是 Apex 4，就这么回事儿。那佳明的小伙伴怎么选？我这么认为啊，就是佳明其实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。尤其是我戴了那么长时间970，我真的觉得那块表从材质上到做工上，到功能上，到屏幕上都特别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您现在还是245和945系列的，您现在要换成双频 GPS， 您可以考虑。如果您一直用佳明并且很熟悉，我还是觉得你就顺着佳明的产品线去升级会比较好。佳明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芯片的算力有点跟不上它的软件了。我觉得970，我个人盲猜啊，我觉得970是之后就该换芯片了，这在下一代，我不确定，没有任何内部消息。但如果您一定要换，数据是个问题，对绝大多数普通的跑者来说，除非您是干技术的。但是我可以给您个办法，就佳明的网页上那个账号中心，就不是佳明的 Connect， 就是佳明的账号中心，佳明的官网，然后那里边可以去申请你所有的数据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。那你申请完那个数据，填完邮箱大概1-2天吧，你所有的那个运动数据就都给你发来了，都是 FIT 格式的。你把所有的 FIT 格式的，你打一个压缩包。但如果您特别多，比方好多年的，您别打在一个里，您能分一分，10-20个打一个包。然后高驰的网页版是可以上传压缩包的，你往上传就都有了。这个不需要技术背景，有时间有精力就可以，也不像手动那样一个一个去佳明下载，去高驰那边传那么麻烦。高驰那个网页版上传的接口，其实我试着模拟过，但是它那个不太好弄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厉害！哦，清真去，还有2公里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今天一会儿约了朋友，你跑你的，你跑你的，加油！下场比赛加油啊！这位先生练得特别的刻苦。就我昨天说那个话题，其实就这位先生现在的训练，就和我说的现在台湾的那位王先生，还有我之前那个样子，就还是在这个阶段，这阶段特别好。跟观众约的6点45，看他到了没有？今天才跑了5公里，我带着观众绕一圈，然后我就回家。哎，你看这儿新贴了一个告示啊，公园内全面禁止吸烟。哎，是您约的我对吗？对对对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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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我也刚到。来，从哪儿过来的？从北京。北京来玩对吗？对对。你介意被拍到吗？不介意。不介意。那我们慢慢跑一圈，怎么样？好。酒店在哪儿？在那个梅田那边。梅田哦，那你跑过来的吗？对对对。不近啊，4公里、5公里。还行。看节奏。嗯。今天啥课表？今天没有啥，今天就慢慢跑一圈就回家了。来玩几天？来日本9天。9天，基本都是9天，前后周末一请假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看红叶。是。哎，小伙伴们，12月2号星期二，轻松跑个10公里，准备明天的强度课。这周的会员视频，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观众的问题，从这个问题咱们展开，就是他问我说，无论是在高驰还是在麦盛的2次测试，都告诉我说要增加我的有氧能力，那为什么我现在还是在这样练？来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还是不同的情况，不同的看这个事情，好吗？我准备内容，看看今天、明天哪天工作不忙，我来录像，然后咱们周末见。
然后关于训练营的事儿，实在是特别抱歉，很多小伙伴都是隔了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我才回你消息，因为确实是有点忙不过来，联系的人挺多的，大家见谅好吗？我们确实第一期人数有限，说是有限，其实现在也已经不少了。然后我有点恐慌了都，就是我想别到时候我弄不好，所以大家给我个机会，咱们建立个联系，看看未来。而且如果这第一期效果好的话，后面会扩大，因为确实是有拒绝的小伙伴，因为有小伙伴说刚跑步1-2个月，那我就婉拒一下，我就说，你现在其实不太需要这个，你就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就好，等等吧。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还是觉得，就是我其实是个对各种新的电子产品没有抵抗力的人，对，所以总想去试新的东西，看看未来有没有什么继续的科技的突破，因为 GPS 基本上就这样了，北斗啊 GPS 都已经成型了，你想让它再变可能性不大了，而且手表越来越从一个简单的 GPS 的接收和记录的设备，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多元化，功能更多，看看未来能变成什么样。然后现在你看一个手表，然后网易云音乐这样听着歌或者听听小宇宙，就真的挺不可思议的。在以前刚有蓝牙的时候，蓝牙2.0的时候，那根本就不敢想象的。现在真的不一样了。好吧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